为了成功营救药老，萧炎和风尊者决定立刻前往亡魂山脉。这一次，他们一行人加上铁剑尊者，足足有5名斗尊强者，再加上萧炎爆发性的战斗力，他们即便是面对6名斗尊，也能够一战。望着远处寒雾弥漫的山脉，风尊者说，亡魂山脉的寒雾越到里面就越浓，他们不能直接飞行过去，而且寒雾中也有着不少奇异的魔兽，他们很容易被袭击。更何况这里有着魂殿的分殿，谁也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防御措施。风尊者双眼微眯，这个季节是亡魂山脉寒气最浓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那个时间等到寒气变淡，所以只能冒雾进入。调整了半个小时后，风尊者率先自山顶滑翔而下，掠进山脉之中。亡魂山脉面积极大，再加上寒雾的弥漫，很快玄空子给他们的地图就不起什么作用。到最后，萧炎等人只能凭借自己的能力逐渐摸索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的速度就减缓了下来，而且他们摸索的效果也并不大。眼看天色要暗了，风尊者轻声说不能再赶路了。亡魂山脉夜里的魔兽极其凶狠，并且一旦惹上就很难甩掉。铁剑尊者将一些高阶魔兽的粪便远远地扔了出去，这些东西能够阻绝一些魔兽的骚扰，可以让他们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但没多久，萧炎等人就听见远处传来一些悉悉嗦嗦的声音。风尊者目光在远处的白雾中一扫，他脸色一变，糟了，是噬食蚁群。噬食蚁群是亡魂山脉中极为恐怖的一种魔兽，它们的等级并不高，仅仅只有3、4阶而已，但它们却拥有着千百万的可怕数量。这种噬食魔蚁能够吞噬一切阻挡在它们面前的血肉之躯，噬食魔蚁巢所过之处几乎是遍地白骨，若非它们只能生存在寒冷的寒雾之中，只怕亡魂山脉外是不会有人敢居住的。这些年来，亡魂山脉的凶民大部分的功劳都来自他们。风尊者迅速起身，让大家准备撤退，千万不要和这些该死的东西硬碰。萧炎等人连忙起身，但就在他们准备撤退时，紫妍突然一头冲进了被寒雾弥漫的森林中。很快，噬食蚁群的声音就停止了。紫妍自寒雾中掠出，她的肩膀上正趴着一只半尺大小、全身暗金色的8翼噬食蚁后。见到传说中凶残无比的噬食蚁后温顺的模样，风尊者连忙说：“这次倒是他眼拙了。”原本紧绷的气氛悄然松懈。紫妍说：“以后知道魂殿所在。”而有了以后带路，萧炎等人的速度加快了不少。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他们就来到了山脉的山腹之中。紫妍突然蹲下身，示意萧炎等人不要出声。他肩膀上的蚁后嘴中突然发出一道细微的奇异声波，很快周围的寒雾中掉落一道道黑影。这些黑色小鸟都是魂殿的眼线，只要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会以声波传信给魂殿。紫妍告诉他们，附近的眼线已经全部被暗中清除掉了。约莫10分钟后，紫妍停下脚步，低声说：“到了。”出现在萧炎他们面前的是一个4面环山的巨谷，巨谷中一个足有100丈庞大的黑色巨殿盘踞着。风尊者走上前才发现，那里的空间被设置了空间屏障。他低声说自己感觉到里面有5位斗尊级别的隐晦气息，至于斗宗也有不下10位。风尊者让萧炎趁机进入魂殿，一旦找到药尘立刻就走，他们不能在此久留，以防魂殿的元首赶来。紫妍的小手轻轻划出一个无形的空间大门，悉悉嗦嗦的声音再度响起，紧接着数量多到令萧炎他们头皮发麻的蚁巢涌进空间大门。等蚁巢飞向黑色巨殿时，萧炎猛地站起身，率先跨入空间大门。噬食魔蚁的侵入打破了山谷中的寂静，魂殿的护法连忙发出警报。很快又有几道黑影自巨殿中掠出，这回出来的人里有个有点脑子的，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可惜他是个命短的，不等他招呼其他人注意，就被一个无形的掌印捏成了一团肉酱。4名斗尊同时出手，很快就将魂殿这10几名强者摧毁。山谷中响彻不休的惨叫声终于引起了殿内尊老的注意，5道带着满身杀意的身影自巨殿中掠出。萧炎，你竟然还没死！木谷掀起头上的斗篷，他嘲讽萧炎等人赶来魂殿抢人，胆子还真是大到没边了。风尊者让萧炎进去找药老，这些人就交给他们几个。萧炎即将进入巨殿时，一道身着淡紫色衣袍的老者出现。
这人正是2次毁掉萧炎灵魂之力的老杂毛秦天。阴森的黑雾缭绕在秦天掌心，他直接一掌拍向萧炎的胸膛，紫褐色的火焰暴涌，凌厉的掌风直接接下他那一掌。萧炎后退了10来步，才彻底稳住身形。秦天的眼中有着一抹震惊，萧炎竟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硬扛他一掌而不伤。他这种近乎飞跃的变化，让秦天心头的杀意暴涨。就在秦天再度冲向萧炎时，天妖魁落在萧炎面前：“你的对手不是我，是他。”说罢，萧炎脚掌上银芒闪动，火速飞进了巨殿之中。秦天被天妖魁缠住，根本不敢有丝毫分神。无能的他只能暴喝着让魂殿的护法拦住萧炎。4道身影犹如铁塔般站在萧炎前进的必经之路上。这4人全部都是6星乃至7星层次的斗宗强者。磅礴的黑雾从他们体内暴涌，化为一条黑色巨蟒。萧炎冷笑一声，他前冲的身形没有丝毫停顿。紫褐色的火焰化为一头巨大的火龙，火龙的龙尾和巨蟒撞击在一起，而后萧炎屈指连弹，4道紫褐色火焰再次狠狠撞在他们身上。3000连星火的可怕温度让他们4人现出虚幻的灵魂体。萧炎手掌一握，半空中的3道灵魂体顿时砰的一声化为虚无。他手掌一吸，将最后那名护法的灵魂吸入掌心。萧炎威胁他说出关押灵魂的地方，在死亡的威胁下，魂殿护法不敢有任何隐瞒。而萧炎在他的带路下，一路边杀魂殿强者，边来到了关押灵魂的大殿外。将带路的人灭掉后，萧炎袖袍一挥，紫褐色的火焰将黑色铁门击碎。出现在萧炎眼中的是一片极为辽阔的广场，他的目光蹲在广场深处一个格外明亮的光团上，望着光团中被4条巨大锁链缠绕住4肢盘膝而坐的虚弱老者。萧炎眼睛瞬间通红，他膝盖一弯，双腿重重地跪在石台上：“老师，弟子来了。”药老缓缓睁开双眼，他的脸上浮现一抹欣慰的笑容。萧炎抹了一把泪，他迅速调整好心态，而后缓缓站起身，伸出手掌贴于光团之上。浩瀚的灵魂力量暴涌，光团砰的一声爆开。萧炎扶着药老，看向缠绕在他4肢上的黑色锁链，这是专门用来克制灵魂的锁魂链。萧炎手掌抓住一节锁链，紫褐色的火焰暴涌，将铁链烧得冒出阵阵白烟。药老看着萧炎的火焰一怔，而后他的眼中涌现一抹惊喜之色。认出萧炎的新一火是3000焰炎火后，药老轻声感叹，他这些年的际遇不凡。萧炎加大手掌上的火焰，恐怖的高温直接将铁链上的黑色烧散，那些诡异符文也烟消云散。萧炎手掌狠狠一捏，铁链直接裂开。药老轻轻活动了一下手腕，他眉宇间的虚弱也消散了一些。萧炎手掌一握，紫褐色的火焰化为一条火鞭，狠狠甩向半空中的那些黑色锁链。他想要将大殿的光团都放出来，好给魂殿制造一些混乱。但就在火鞭即将接触到黑色锁链时，那片空间突然凝固。萧炎瞬间回神，他一把抓住药老，冲向大殿外。一道笑声在大殿中响起，萧炎退后的那一片空间突然一阵扭曲，化为一片无形的屏障。萧炎脚掌一踏地面，强行稳住身形后，他猛地抬头，只见一名身着灰白衣衫的老者正脚踏一根铁链，笑盈盈地看着他们。此人乃是魂殿的又一名尊者摘心老鬼。魂殿殿主对药老和萧炎颇为重视，早就暗中将他派了过来。对魂殿来说，萧炎才是那条大鱼。摘心老鬼说，萧战打死不松口，钥匙究竟在何处？听到自己父亲的消息，萧炎眼中满是杀意，但他也能够感觉到摘心老鬼的实力比木谷还要恐怖。今日若是不全力以赴的话，他怕是真的就要栽了。摘心老鬼一巴掌对着萧炎狠狠拍去，萧炎施展出天火3玄变，而后一条火龙咆哮着和那一掌碰撞在一起，恐怖的气浪将大殿中一些黑色锁链生生震断。萧炎连退了10几步后，体内的气血翻涌。药老说摘心是5星斗尊巅峰的实力，让萧炎不要和他硬碰。萧炎让药老进戒指，其他的交给他来。药老钻进戒指后，萧炎眼中凶芒毕露，望着萧炎越发磅礴的斗气，摘心老鬼从容一笑。他让萧炎交出萧家的那块钥匙，自己可以不伤他性命。
他自持自己五星斗尊的实力，根本不将萧炎放在眼中。见萧炎不理会自己，摘星五指对着萧炎一点，5道粘稠的黑色雾气凝聚成诡异的黑色锁链，出现在萧炎头顶上方。萧炎用玄重尺将那些锁链的攻击尽数接下。摘星老鬼没有时间陪萧炎耗着，他还打算解决完萧炎，再把外面那些烦人的家伙给收拾了。摘星老鬼消失的刹那，一只干枯的手掌一把捏向萧炎的喉咙。萧炎脚步急退，燕分噬浪齿狠狠地劈了过去，但他的反击只是让那一掌顿了一下，而后又拍了过来。这一掌来得极快，紧要关头，萧炎将重尺横在身前，两者接触的刹那，萧炎就感觉到双臂骨骼挤压的声响。这一掌也在玄重尺上留下了一个浅浅的掌印。萧炎相当震撼，这还是第一个在玄重尺上留下掌印的。他知道再纠缠下去，自己绝对会被耗死。如今唯有先离开大殿，和小医仙他们会合才行。摘星知道萧炎在想什么，他让萧炎不要玩什么花招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那些都没有用。说罢，他脚尖一点，冲向萧炎。萧炎暴退间，一朵精美的火莲在他掌心中飞快凝聚。他将火莲甩向摘星老鬼，而后加快自己暴退的身形。惊雷般的爆炸声响起，整片广场被破坏得一片狼藉。萧炎知道，光凭着这种火莲对摘星老鬼作用不大。他脚掌猛地一跺地面，一道道紫褐色火芒爆射而出。大殿半空中密密麻麻的锁链在火芒下全都裂开。见萧炎放出这么多灵魂体，摘星老鬼脸色一变。萧炎冷哼一声，3枚紫黑色的火雷子出现，他将火雷子甩向摘星老鬼。恐怖的爆炸声响起，大殿中的黑色锁链又被震断了不少，所有的灵魂一窝蜂地对着出口逃去。摘星老鬼被萧炎层出不穷的手段弄得满脸怒火，他将萧炎周身的空间直接凝固，而后施展出摘星手。萧家的小子，结束了。他手掌猛地一握，萧炎周身的空间瞬间崩塌，萧炎的躯体在他正然的目光中砰的一声化为虚无。摘星回过神后，目光急忙转向锁魂大殿出口处，望着萧炎飞速窜出大门的背影，再次被戏耍的摘星老鬼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。萧炎，老夫今日看你能跑到哪里去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